2026年 AI 存储最大的造富神话，根本不是美光，也不是西数。你可能已经在过去半年里看着美光的股价翻了1倍，看着西数涨了80%，看着所有和 HBM NAND 颗粒沾边的公司都在这场 AI 存储的狂潮里赚得盆满钵满。你可能也在后悔当初没有早点上车，现在看着高高在上的股价不敢追，又怕错过最后一波行情。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你其实还有机会。有一家公司，它在过去3个月里营收同比暴涨了105%，其中一个核心业务的增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60%。它已经悄悄进入了英伟达的 GTC 生态，成为了 AI 服务器产业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散户甚至很多机构都还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周期股，用库存修复的逻辑给它估值。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 AI 存储产业链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环节，你会明白为什么主控芯片才是决定 AI 服务器算力效率的真正瓶颈。你会看到汇荣科技这家曾经被贴上低端标签的公司是如何完成从周期股到成长股的惊天逆转。最后，我还会给你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具体观察窗口和风险提示，帮你避开高位接盘的陷阱。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 AI 存储的核心是颗粒还是主控？把你的判断和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会在评论区和你继续拆解这个问题，看看你是不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看错了这个行业的真正价值点。我先给你看一组数据，2026年第1季度，整个半导体行业都还在消化 AI 需求带来的产能压力，很多公司的营收增速都开始放缓。美光的营收同比增长了62%，西数增长了58%，希捷增长了47%。这些数字已经足够亮眼，足够支撑他们的股价继续上涨。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汇荣科技这家你可能连名字都没怎么听过的公司，第1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05%，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27%。这个增速是美光的将近2倍，是西数的将近3倍。更有意思的是，它的毛利率也从去年同期的32%一下子飙升到了48%。这个毛利率水平已经接近很多高端芯片设计公司了，这就很反常了。在所有人的印象里，汇荣科技不就是个做消费级 U 盘和固态硬盘主控的小公司吗？它怎么可能在 AI 存储的行情里跑出比美光、西数这些巨头还要快的增速？它的产品到底卖给了谁？它的毛利率为什么会突然涨这么多？很多人看到这个财报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这肯定是一次性的收益，或者是库存周期反弹带来的短期爆发。他们觉得等这波库存修复完了，汇荣的业绩还是会回到过去那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错过了一个可能比美光、西数还要大的投资机会。因为汇荣科技的这次业绩爆发根本不是什么周期反弹，而是它的业务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经从一个纯粹的消费电子主控供应商变成了 AI 服务器数据通道的核心供应商。换句话说，它的估值逻辑已经彻底变了。过去市场给它的是周期股的估值，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但现在它应该享受的是 AI 成长股的估值，市盈率至少应该在30倍以上。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有很多疑问，什么是主控芯片？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它会成为 AI 服务器的核心？汇荣科技又是怎么从一个做消费级产品的公司突然打进 AI 服务器产业链的？别急，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先给你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你可以把一台 AI 服务器想象成一个超级工厂， GPU 就是这个工厂里的机器，越先进的 GPU， 机器的生产效率就越高。HBM 就是这个工厂里的工作台，工人在工作台上加工原材料。HBM 的带宽越高，工人一次能拿到的原材料就越多，加工速度就越快。SSD 就是这个工厂里的仓库，用来存放所有的原材料和成品。SSD 的容量越大，仓库能放的东西就越多。那主控芯片是什么呢？主控芯片就是这个超级工厂的调度系统。你想想，如果这个工厂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有全世界最大的工作台，有全世界容量最大的仓库，但调度系统一塌糊涂。机器需要原材料的时候，仓库半天送不过来，工作台加工好的产品，机器又来不及接收，整个工厂的物流乱成一团，工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闲着等材料。那这个工厂的生产效率能高得起来吗？当然不能。哪怕你花再多的钱买最好的机器、最好的工作台、最好的仓库，只要调度系统不行，整个工厂的产能就只能发挥出30%，甚至更低。
这就是现在 AI 服务器行业面临的最大痛点。所有人都在抢 GPU， 所有人都在抢 HBM， 所有人都在讨论 GPU 的算力有多强， HBM 的带宽有多高。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现在限制 AI 服务器算力利用率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 GPU 本身，也不是 HBM 本身，而是连接 GPU 和存储的整个数据通道。我给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一台最先进的 AI 服务器里面通常会有8块 H100 GPU， 每块 H100的算力都超过了过去一整个数据中心的算力。但你知道吗？在实际运行大模型训练任务的时候，这8块 H100的平均算力利用率通常只有 30%到 40%， 剩下的 60%到 70% 的算力都浪费掉了。为什么会浪费？就是因为数据通道堵了。GPU 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等待数据从 SSD 传输到 HBM， 再从 HBM 传输到 GPU 的计算单元。数据传不过来， GPU 再强也没用，只能闲着。你想想，一块 H100的价格是多少？好几万美元。一台8卡的 H100服务器价格超过100万美元。结果你花了100万美元买的服务器，实际只能发挥出1/3的性能，这是多大的浪费？对于云厂商和大模型公司来说，这简直就是在烧钱。他们买了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 GPU， 结果大部分算力都因为数据传输的问题被浪费掉了。他们现在最迫切的需求不是买更多的 GPU， 而是想办法把现有 GPU 的算力利用率提上去。怎么提？就是优化整个数据通道，让数据能够更快、更顺畅地从 SSD 传输到 GPU， 而负责管理这个数据通道的核心就是 SSD 的主控芯片。听到这里，你是不是突然觉得主控芯片好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了？没错，在消费级时代，主控芯片确实没那么重要。你买一个固态硬盘，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容量，是价格，是颗粒的品牌。你很少会去关心这个固态硬盘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因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只要能正常用，速度差不多就行，没人会去纠结那几毫秒的延迟。但在企业级和 AI 级时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于 AI 数据中心来说，主控芯片的性能直接决定了整个服务器的算力利用率。一个好的主控芯片能让数据传输的延迟降低1半，能让整个服务器的算力利用率提高20%到30%。这意味着你不用买新的 GPU， 就能让现有的服务器性能提升1/3。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给云厂商和大模型公司节省了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硬件成本，而且主控芯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变得无比重要。消费级固态硬盘坏了，大不了换一个，最多损失一点个人数据。但 AI 数据中心里的固态硬盘坏了，可能会导致整个大模型训练任务中断，损失的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 AI 数据中心对 SSD 主控芯片的要求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它不仅要速度快，还要延迟低，还要稳定性高，还要功耗低，还要能支持大规模的并行数据传输。这也是为什么过去那些做消费级主控的公司根本进不了 AI 服务器的供应链，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达不到企业级和 AI 级的要求。那汇融科技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不是一直做消费级主控的吗？它怎么突然就有能力做 AI 级的主控芯片了？这就是我觉得汇融科技最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只看到了它消费级主控的身份，却没看到它在过去10几年里一直在偷偷积累企业级和 AI 级的技术。其实汇融科技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在布局企业级主控市场了，只是那时候企业级主控市场基本上被三星、美光这些自己生产颗粒的巨头垄断了。他们自己做颗粒，自己做主控，自己做固态硬盘，整个产业链都是闭环的。汇融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控供应商，根本没有机会进去。但 AI 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这个格局。你想想，现在所有的颗粒巨头，三星、美光、西数、SK 海力士，他们所有的产能和研发资源都集中在哪里？都集中在 HBM 和高端 NAND 颗粒上。HBM 现在是供不应求，价格涨了好几倍，利润也高得吓人。这些巨头当然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 HBM 上，拼命扩产，拼命研发下一代 HBM 产品。那企业级和 AI 级的 SSD 主控呢？这些巨头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做，或者说他们觉得做主控的利润远不如做 HBM 的利润高，于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就这么出现了。云厂商和大模型公司需要大量高性能的 AI 级 SSD， 但颗粒巨头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满足这个需求，他们需要一个独立的技术过硬的主控供应商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汇融科技
正好抓住了这个机会。它在过去10几年里积累的主控技术，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无比珍贵。它不需要自己生产颗粒，它只需要把主控芯片做好，然后卖给那些需要的固态硬盘厂商和服务器厂商。它就像一个外包之王，在所有巨头都在内卷 HBM 的时候，它悄悄接管了被这些巨头外包出来的关键细分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还成功进入了英伟达的 GTC 生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汇荣科技的主控芯片已经得到了英伟达的官方认证，所有使用英伟达 GPU 的 AI 服务器都可以直接使用搭载汇荣主控的 SSD， 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兼容性测试。这对于汇荣科技来说，简直就是拿到了一张通往 AI 财富自由的门票。因为现在全世界90%以上的 AI 服务器用的都是英伟达的 GPU， 只要进入了英伟达的生态，就意味着你进入了整个 AI 服务器的供应链。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很多人觉得进入英伟达生态只是一个噱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实际上，英伟达的生态认证是整个 AI 行业最严格的认证之一。你的产品如果没有经过英伟达的认证，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一家主流的云厂商或者服务器厂商采用。而且，一旦你的产品进入了英伟达的生态，就会形成很强的客户粘性。客户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因为更换供应商意味着要重新做兼容性测试，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这也是为什么汇荣科技的业绩会在2026年第一季度突然爆发，因为它的产品已经从过去的送样测试阶段进入了大规模量产阶段。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已经帮你搞懂了汇荣科技的核心价值，点个赞让我知道，后面我还会给你拆解它的2款核心产品以及它们未来的市场空间。我们先来说说它的第一款核心产品 Montitan 平台，也就是 SM8366主控芯片。这款芯片是汇荣科技专门为高性能 AI 数据中心打造的企业级 PCIe 5.0 主控芯片。它的性能到底有多强呢？我给你几个数字。它支持最新的 NVMe 2.0 协议，连续读取速度可以达到14GB Face， 连续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2GB Face。这个速度是上一代 PCIe 4.0 主控的2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它的随机读写性能以及延迟表现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它可以同时支持数百万级的 IOPS， 也就是每秒可以处理数百万次的输入输出操作。这个性能完全可以满足 AI 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而且它还专门针对 AI 应用做了很多优化，比如它支持端到端的数据保护，支持动态功耗管理，支持多租户隔离，支持各种企业级的可靠性特性。这些特性都是消费级主控根本不具备的。现在 Montitan 平台已经通过了英伟达的官方认证，并且已经开始向多家全球顶级的固态硬盘厂商和服务器厂商批量供货。根据汇荣科技的财报， Montitan 平台的营收在第一季度已经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30%以上，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接下来是它的第2款核心产品 SM8008 主控芯片。这款芯片是专门为企业级 boot drive 打造的。什么是 boot drive？ 就是服务器的系统盘，用来安装操作系统和启动服务器的。你可能会觉得系统盘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就是个普通的固态硬盘吗？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对于 AI 数据中心来说， boot drive 的重要性一点都不比数据盘低。你想想，一台 AI 服务器可能会连续运行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关机。如果 boot drive 出了问题，服务器就会突然崩溃，导致整个大模型训练任务中断。这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所以 AI 数据中心对 boot drive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比数据盘还要高。它要求 boot drive 能够在极端的环境下连续运行数百万小时不出故障。而汇荣科技的 SM8008 主控芯片就是专门为满足这种苛刻要求设计的。它采用了特殊的架构设计，具备极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它的平均无故障时间超过了250万小时，而且它的功耗非常低，只有不到3瓦。这对于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台服务器的数据中心来说，每年可以节省巨额的电费开支。正是因为这些优势， SM8008 主控芯片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汇荣科技的财报，第一季度 boot drive 业务的营收同比增长了惊人的760%，这个增速是所有业务里最快的。现在汇荣科技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企业级 boot drive 主控供应商。
全球超过70%的 AI 服务器用的都是搭载汇荣 SM8008主控的 Boot Drive。你看，这就是汇荣科技的厉害之处。它没有去和巨头们正面竞争 HBM 和高端颗粒市场，而是找到了两个巨头们看不上或者顾不上的细分市场，然后做到了全球第一。一个是 AI 数据中心的高性能 SSD 主控市场，一个是企业级 Boot Drive 主控市场。这两个市场虽然看起来不大，但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利润率非常高。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预测，到2028年，全球 AI 级 SSD 主控的市场规模将从2026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60%。而企业级 Boot Drive 主控的市场规模也将从2026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这意味着汇荣科技在未来3年里至少还有4倍以上的增长空间。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市场的竞争格局非常好。现在在 AI 级 SSD 主控市场，汇荣科技的主要竞争对手只有三星和美满电子，但三星的主控主要是自用，很少对外销售。美满电子的产品主要面向高端市场，价格非常高，而汇荣科技的产品在性能上已经接近美满电子，但价格只有美满电子的1半左右。在企业级 Boot Drive 主控市场，汇荣科技几乎没有对手，它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70%，而且还在不断提升。所以，汇荣科技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几乎没有竞争的蓝海市场，它只需要跟着整个 AI 行业的增长，就能获得非常快的业绩增长。现在，华尔街的机构们也已经开始意识到汇荣科技的价值了。就在上个月 ，W. Bush 的分析师把汇荣科技的目标价从原来的80美元一下子调高到了180美元。他给出的理由是，汇荣科技已经从一个消费电子周期股彻底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成长股，它的估值逻辑应该从原来的10倍市盈率提升到30倍以上的市盈率。除了 Wedbush 之外，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通等多家顶级投行也都在最近调高了汇荣科技的目标价。他们的平均目标价已经达到了150美元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意味着机构们对汇荣科技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他们是用周期股的逻辑给汇荣估值，现在他们开始用 AI 成长股的逻辑给汇荣估值了。而估值逻辑的切换往往是一只股票涨幅最大的阶段。我给你举个例子，英伟达在2022年的时候还是一个普通的半导体公司，市场给它的市盈率只有20倍左右。但到了2023年，当市场意识到英伟达是 AI 行业的绝对龙头之后，它的市盈率一下子就涨到了100倍以上，股价也从100多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000多美元。当然，汇荣科技不可能成为下一个英伟达，但它的估值从10倍涨到30倍，再加上业绩每年增长50%以上，未来2年股价翻2倍是完全有可能的。讲到这里，我知道你肯定已经心动了，你可能已经在想，要不要现在就买入汇荣科技的股票？但先别急，我必须要提醒你，投资没有那么简单。汇荣科技虽然有很大的潜力，但它也面临着很多风险。如果你不了解这些风险，盲目买入很可能会高位接盘，遭受巨大的损失。建议你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等到你想要买入汇荣科技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这些风险点，认真评估一下自己能不能承受。首先，第一个风险，也是最大的风险，就是股价已经涨了不少。汇荣科技的股价从2025年10月的30美元左右，已经涨到了现在的120美元左右，短短7个月的时间，股价已经翻了4倍，这个涨幅已经非常大了。虽然我认为它未来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但短期内它的股价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20%甚至30%的回调。如果你现在追高买入，很可能会被套在高位，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第二个风险就是周期性波动的风险。虽然汇荣科技已经开始转型为 AI 成长股，但它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业务是消费级主控。消费电子行业的周期性非常强，一旦消费电子需求下滑，汇荣的消费级业务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整体业绩。而且半导体行业本身就有很强的周期性，现在整个 AI 行业处于上升周期，所有公司的业绩都很好。但如果未来 AI 需求放缓，整个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汇荣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第三个风险就是订单不及预期的风险。汇荣科技现在的业绩增长主要依赖于 Montiton 平台和 SM8008的量产。如果未来这2款产品的订单不及预期，或者量产进度慢于预期，那么汇荣的业绩增长就会放缓，股价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第四个风险就是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虽然现在汇融科技在 AI 级主控和 Bootstrap 主控市场占据了领先地位，但这个市场的高利润率肯定会吸引新的竞争对手进入，比如三星、美光这些巨头，未来可能会加大在主控领域的投入，还有一些新的创业公司也可能会进入这个市场。如果竞争加剧，汇融科技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率就有可能会下降。所以，汇融科技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标的。你在投资之前必须要认真评估这些风险，并且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就给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分别给出一些具体的观察窗口和操作建议。如果你是稳健型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不想承担太大的波动风险，那么我建议你不要现在就急着买入，你可以等2026年第2季度的财报出来之后再做决定。你需要重点观察3个指标，第一个是第2季度的总营收增速能不能保持在80%以上，第二个是 Bootstrap 业务的增速能不能保持在500%以上，第三个是 Multiton 平台的营收占比能不能提升到40%以上。如果这3个指标都达到了预期，那就说明汇融科技的业绩增长是可持续的，它的转型是成功的。这时候你再买入，虽然价格可能会比现在高一些，但确定性也会高很多。如果你是交易型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能够承受较大的短期波动，那么你可以现在小仓位买入，然后设置好止损。你可以把止损位设置在$100左右，如果股价跌破这个位置，就果断止损离场。你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机构资金的流入情况以及英伟达的最新动态。如果有大量的机构资金持续买入汇融科技，或者英伟达宣布和汇融科技有更深层次的合作，那么股价很可能会继续上涨。如果你是主题型的投资者，想要布局整个 AI 存储产业链，那么汇融科技是一个非常好的配置标的。你可以把它和汇融科技、美光、西数、希捷这些公司组成一个 AI 存储的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分享整个行业的增长红利。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投资者，我都建议你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一只股票里，一定要分散投资，控制好仓位。投资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先保证不亏钱。其实我做投资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悟就是，投资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追逐那些已经被所有人看到的热点，而是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找到那些已经进入核心产业链，业绩已经开始爆发，但市场认知还没完全跟上的公司。很多人错过美光，错过西数，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总是盯着最显眼的地方，他们总是在看 GPU 涨了多少， HBM 涨了多少，却忽略了那些藏在背后的守门人。而这些守门人往往才是整个产业链里最容易被低估，也最容易带来超额收益的公司。汇融科技就是这样一个守门人，它没有英伟达那么耀眼，也没有美光那么有名，但它却是 AI 服务器产业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负责调配所有的数据，保证整个 AI 系统能够顺畅运行。没有它，再强大的 GPU， 再先进的 HBM 都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现在市场对汇融科技的认知还处于一个从周期股到成长股的转变过程中，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当然，我不是在鼓励你现在就去买汇融科技的股票，我只是在给你分享一个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投资逻辑，最终的投资决策还是要你自己来做。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入产业链挖掘隐形黑马的内容，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 AI 产业链里更多被低估的环节和公司。我会帮你拨开市场的迷雾，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标的。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和信息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决定。